1000亿股权不翼而飞，爱马仕财务顾问被逼资金。上面这位穿着得体、留着一头干练银发的老者，名叫弗雷蒙，他是瑞士一家金融机构的财务顾问，平时的工作是帮助全世界的有钱人打理资产，确保富豪的钱可以不断增值，即使一辈子不用劳动也有面包吃。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，弗雷蒙凭借周到的服务和高效的投资，赢得了众多富豪的青睐。富豪们大胆地把钱交给他，并言听计从。通过这种彼此信赖的合作，双方都赚得盆满钵满。但是在2个月前，小女儿的婚礼上，宾客发现弗雷蒙有点不太对劲。在大喜的日子里，他闷闷不乐，看上去很疲惫，对亲友的恭喜常常走神，在妻子的提醒下才回过神来，谢过对方的美意。果然1个月后，弗雷蒙就出事了，而且他的死立刻将一桩震惊法国的金融悬案——爱马仕1000亿股权不翼而飞案推向了更加扑朔迷离的境地。那一天是7月23日，弗雷蒙起了个大早，走出了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下的别墅，随后骑车来到了一处露营点，坐在那里发了很长时间的呆，目光一直盯着不远处的铁轨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知道大约在中午时，他看了看手表，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便起身走到铁轨中央。几分钟后，他被一列疾驰而过的列车撞得粉身碎骨。有人猜测弗雷蒙是被人逼死的，为的是遮掩某些大人物的丑闻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事情还要从弗雷蒙的老主顾爱马仕的继承人普爱什说起。众所周知，爱马仕是全球最成功的奢侈品牌之一，一个包动辄20-30万，想买限定款还需要搭配其他不好卖的款式一起购买，属于有钱都不一定能享受到的顶级奢华。但是管理这个顶奢品牌的家族内部关系却很紧张，成员之间多次因为血缘亲疏或经营理念的不同爆发内讧，最严重的一次甚至惊动了法国政府，后者被迫出手调停家庭纷争。普爱什就是引发爱马仕家族内乱的核心人物，起因是股权与投票权的分离。普爱什的母亲是爱马仕家族的第4代长女，按照继承规则，女性可以分到股权，但是为了确保爱马仕家族不被外星控制，又规定女性继承人拿到股份后，投票权将缩水。普爱什从母亲那儿继承的6%股份为例，算绝对值，他是爱马仕第1大股东，但是算投票权，他就要排到10名开外了，只有4%，而且要分30年逐步释放。换而言之，作为爱马仕家族的外孙，普爱什富而不贵，且江湖传言他某方面的取向有问题，所以始终被挡在家族决策层的外面。心灰意冷之下，1998年，普爱什索性辞去了在爱马仕的所有职务，举家搬到瑞士定居，从此极少回巴黎，即使回去也刻意避开家族成员。正在瑞士，他结识了专门为富人打理财富的财务顾问弗雷蒙。按照普爱什的说法，他把自己价值1072亿的爱马仕股份交给了弗雷蒙管理，交代他可以自由行使股息进行投资，但是股票绝对不能动。此后的10几年，双方一直合作默契，弗雷蒙将普爱什的资产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基本上每年都能赚取10几个亿的回报。普爱什每年只从中支取几千万必要的生活费，其他很少过问。直到2010年，爱马仕遭遇 LV 恶意收购后，普爱什这位游离于家族之外的最大股东竟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。当时 LV 集团已经在股票市场秘密购入了17%的股份，考虑到爱马仕家族成员股份极其分散的情况，17%很可能会成为夺走控制权的关键。爱马仕族长号召所有成员将股份注入50亿 H 基金，确保家族掌握51%的绝对多数股权，抵御任何恶意收购。所有成员都同意了，除了普爱什，缺少他这关键6%，家族基金就无法达到51%的安全线。LV 集团听后非常高兴，董事长阿尔诺四处托关系，希望能找到联系普爱什的方式，便联系上了帮他打理资产的弗雷蒙。弗雷蒙则坚称他安排了普爱什与阿尔诺进行了14次会面，两个人谈妥了股权交换的协议。普爱什实际上已经出售了自己的股份，然而普爱什本人对此予以坚决否认。2015年，爱马仕家族正式宣布放弃对普爱什股份的追讨，等于变相承认被 LV 买走了。更绝的是，为了防止以后再有内鬼卖股票，爱马仕给家族成员的股票上了区块链技术，旨在确保每笔交易的透明和可追溯性，杜绝未来再有私下交易的可能。这场恶意收购最终在法国政府的调解下和解， LV 放弃追求控制权，并且将持有的爱马仕股权转卖给了 LV 的投资人。虽然没有捅破最后的窗户纸，但是法国舆论普遍认为普爱什已经拿着1000亿现金润了。就在警方对弗雷蒙展开调查之际，2023年，普爱什突然一纸诉状将弗雷蒙告上了法庭，指控他私自转移了自己那价值1000亿的6%爱马仕股份。对于弗雷蒙而言，这简直是百口莫辩，交易由他牵线，过程秘而不宣，全凭双方默契。如今一方矢口否认，另一方 LV 沉默不语，他纵有千般委屈，又能向谁申诉？站在普爱什的立场，当年他与 LV 究竟达成了什么交易，各方都讳莫如深。可能他真的没有拿到现金，而是换了等额的 LV 股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下 LV 股票正处于历史低点，而爱马仕的股价则一飞冲天，双方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。支持弗雷蒙有问题的证据是，除了普爱什外，2022年他还被另外一位富豪告上了法院，同样是委托他管理资产不翼而飞。而且经过法国警方的侦办，他们发现了一些不利于弗雷蒙的证据，同意提起刑事诉讼。原本弗雷蒙请了一个豪华的律师团陪自己打这个官司，但是警方介入后，他的心态迅速崩盘，自杀前的好几个月都魂不守舍，心思重重。但是普爱什就真的干净吗？弗雷蒙生前曾透露，在与 LV 洽谈收购股份时，普爱什曾明确表达过，希望爱马仕被 LV 控制后，自己能够重返核心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这无疑
是对将他排挤出局的家族的一种报复。不管真相如何，这桩涉及到全球最富有家族的内乱大战可能就此戛然而止，最终的真相大概率将随着弗雷蒙的死一同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。这里是率真财经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财经博主，欢迎大家关注主页，有更多精彩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